上回说到，弗兰奇一行人回到桑尼号上，找到了被夺走影子的路飞三人组。乌索普一句话将三人唤醒。弗兰奇告诉大家，他们之所以得到这些关于僵尸的情报，都是布鲁克告诉他们的。那个爆炸头骷髅头是个有故事的男人。原来，路飞一伙进入伟大航路的时候，遇到那头等待伙伴的鲸鱼，等的就是布鲁克所在的海贼船。尾田不愧为伏笔之王，所有角色的出场都不是随随便便走个过场。另一边，布鲁克再次找到了自己5年来的劲敌，抓着自己影子的剑豪龙马，两人展开殊死搏斗。布鲁克此次自信满满，5年了，自己也已经变强了。龙马扑哧一笑：“你变强了，别人不会变强吗？你还是打不过我的。”就算明知道自己打不过龙马，布鲁克依然不虚。但他有一个弱点暴露无遗，就是他的爆炸头。每次龙马试图攻击他的爆炸头时，布鲁克总会露出破绽。布鲁克如此爱护自己的爆炸头，原因只有一个：当他再次见到拉布的时候，这副白骨拉布一定认不出来，唯独这爆炸头是拉布认出他的记号。虽然我已经一无所有，但是这被人取笑像拉布的爆炸头是唯一的支柱信仰，这份回忆我一定会保护到底。希望你一直等着我，在约定的海峡。布鲁克挥剑冲向龙马，龙马一刀捅碎了布鲁克的腰间盘。布鲁克和拉布的故事彻底打动了草帽一伙。当路飞再次宣布将布鲁克拉入伙的时候，全员举手通过。那个家伙是个音乐家，又是个二货骷髅头，会唱歌，会哟呵呵的笑，有爆炸头，还和拉布是伙伴，简直就是完美的伙伴人选。弗兰奇和乔巴哭着举双手赞成。乌索普笑道：“好想让他早一点就见到拉布。”山之怒爆小宇宙，比起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，更重要的是阻止娜美结婚。索隆的一个人默默地下了船，被路飞叫住的时候，索隆回过头，平静地说道：“快走吧，又多了一个要抢回的影子。”路飞嘿嘿一笑：“兄弟们，准备反击，去揍翻这个恐怖的三鬼帆船。”众人商议着，各自找到各自的僵尸，打败他们，夺回影子。这里面最恐怖的当然是路飞的影子所控制的那个僵尸，光体型就比巨人大很多。想把这种角色打倒可不容易。路飞果断地说道：“不要去管什么僵尸了，擒贼先擒王，我们只要找到月光莫利亚，把他打倒，其他人的影子不都回来了？”路飞一语点醒梦中人，大家都愣了。平时傻里傻气的路飞，一到关键时刻智商总是在线的。可是说是打倒月光莫利亚，哪儿那么容易？人家好歹也是七武海级别的呢。路飞确认了莫利亚所在的塔楼，拍拍胸脯：“我负责干倒莫利亚，其他的任务你们自行分配吧。山治，那么就交给你了。”山治一听，立即来了精神，全是爆发出强大的查克拉。我管他是什么透明人，还是什么手艺人，我得把他踢到三体星球上去。乌索普在一边默默地说：“对了，山治，那个透明人混蛋在浴室里把娜美看个精光。”什么？山治身上的火焰更强大了，感觉下一秒就要直接从超级赛亚人变身成超蓝。为了避免山治毁掉银河系，索隆赶紧说道：“别再刺激他了，他马上就要变身了。”乌索普决定和山治一队赶去营救娜美。弗兰奇担心骷髅头布鲁克，先赶去他那里帮忙。索隆敲了敲手里的刀，和弗兰奇一队也不错，去见识见识传说中的武士僵尸到底有多厉害。娜美和骷髅头是需要优先解决的事情，除此之外，打倒莫利亚也是任务的关键。乔巴叹了口气：“你们说的真轻巧，可毕竟对方是七武海呀。”路飞轻松地回道：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估计和克洛克达尔一个样。”乔巴惊了：“和克洛克达尔一个样就不需要小心了吗？克洛克达尔不强，为什么要这么侮辱人家？求你做个人吧。”乌索普将制作好的盐袋拿出来分给大家，严肃地提醒众人：不管这片海域被多深的雾包围，也不能保证完全照不到太阳。现在是半夜，所以才安全。所以在黎明之前尽量结束战斗，把黎明当作最糟糕的期限。路飞握了握拳头，同样很严肃：“你说要对乌索普，如果在黎明的时候还没有吃到饭，的确很糟糕。赶着我们就让你后悔。月光莫利亚，我会在天亮之前让你把食物加倍奉还的，你给我等着！”众人大吼一声，向莫利亚所在的塔楼奔去。这一切的对话都被僵尸蝙蝠听得清清楚楚。等路飞一会儿离开后，他赶忙飞去塔楼向莫利亚汇报。莫利亚塔楼的楼顶，不服管的奥兹到处溜达，已经爬上了主轨杆的顶端，向远处眺望过去。虽然因为浓雾看不见太远的地方，不过这个视野已经很棒了。奥兹很高兴，就用这艘大船来助自己成为海贼王吧。不管奥兹怎么胡闹，莫利亚对他都很满意。他从奥兹的身上看到了商机，有了奥兹，就可以从那些更强大的家伙身上抢夺影子了。以后就可以不断的制造特级僵尸了。莫利亚看向霍古巴克，给我制作大量的傀儡尸体。霍古巴克笑了笑，包在我身上。他们正得意，僵尸蝙蝠飞了进来，向霍古巴克和莫利亚报告了让他们得意不起来的消息。刚刚被夺得影子的三人组正往这边赶来。最糟糕的是，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净化僵尸了。岛上的僵尸都很怕他们，被他们追得四处逃命。霍古巴克慌得要死，岛上那些僵尸都是废物，就算没有盐，他们也打不过草莓一伙，只能派出僵尸将军们。阿萨姆那个白痴在干嘛？僵尸蝙蝠犹豫了一下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他正在举办婚礼，所有的僵尸将军都去参加婚礼了。”霍古巴克暴跳如雷，自己家水晶都要被对方强拆了，我方居然有个英雄挂机去结婚了，这是什么猪队友，坑死了！僵尸蝙蝠小声试探着说道。不仅如此，阿萨姆希望在1个小时之后的婚宴上，请霍古巴克大人去跳肚皮舞助兴。
霍古巴克吼道：“跳他妈的肚皮舞，给老子滚蛋！”佩罗娜笑了笑：“不用阿萨姆那个坑货，看本小姐怎么凭着一己之力翻盘这局，带领你们走向胜利。只要我的幽灵出动，先削弱对手，将士们就可以轻松的将草莓一会儿给抓住了。你就在家准备大量的傀儡尸体，等我凯旋归来吧。”佩罗娜大笑着离开了。霍古巴克急得上蹿下跳，而自己的老板莫利亚却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，靠在墙壁上。今天又是什么都不想做的一天，你们好好的给我打工，没有你们付出生命的辛苦加班，怎么换来我海贼王的尊贵地位呢？霍古巴克表示，让我干活可以，你得给我放权。莫利亚瞥了他一眼，你随便，只要让我有的赚，又不亲自干活，你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。霍古巴克向莫利亚申请了2个僵尸助自己上阵，莫利亚满口答应，你随便搞，搞赢了算我的，搞输了你自己担着。霍古巴克挑选了2个意义非凡的僵尸，一个是装着山治影子的企鹅哥，一个是装着索隆影子的三刀流。路飞等人兵分2路，在城堡里大闹起来，僵尸们被追得四下逃命，乌索普他们士气大增。结果远远的看见一群幽灵飞了过来，罗宾大呼不妙，是消极幽灵，被他们碰到瞬间就会失去战斗力，目前还没有解决的办法呢。消极幽灵穿过路飞和山治，2人跪在地上，消极的半步都不肯挪动，僵尸们立即围上去将2人抓住。乌索普远远的用弹弓打翻僵尸，和乔巴迅速冲上去扛住2人，头也不回的溜掉。乌索普边跑边说，要是我们也变成那样就糟了，现在只好先背着他们逃命了。消极幽灵在后面紧追不舍，眼看就要追上乌索普他们的时候，奥兹从天而降，一脚踩碎了长长的楼梯大桥。乌索普和山治随着僵尸群掉落在下面，路飞从消极之中清醒过来，乔巴带着他和罗宾一路狂奔去寻找莫利亚。来到这厢大厅里，莫利亚早已不在，霍古巴克和那个僵尸女在这个地方。乔巴催促路飞先行一步，自己留下来对付霍古巴克。霍古巴克，你这个医学界的败类，做好被揍的准备了吗？霍古巴克哈哈大笑，乔巴医生，让你失望了呀。不过既然你来了，你的影子我就收下了。霍古巴克没有亲自动手，而是派出了自己新申请过来的2个打手，也就是山治的那个僵尸企鹅和索隆的僵尸剑士。我们都知道，在海贼王的世界，无论从多高的地方摔下去，人都是摔不死的。乌索普和山治从桥上摔下去，脑袋都插进地砖里了，依然没事。索隆和弗兰奇刚好从下面经过，看到乌索普和山治掉下来，一点也不惊讶，反而对巨大的奥兹充满兴趣。为什么这里突然出现了一道墙，路都被封住了？索隆拔刀上去就捅，刀一下子没入其中。索隆很吃惊，这玩意儿居然不是石头做的。弗兰奇用左手大炮狠劲轰了一炮，然而毛事都没有。乌索普跳起来吓呆了，你们2个干嘛呢？索隆一脸无奈，这里有面墙啊。乌索普猛地摆摆手，白痴，那不是墙，那是装着路飞影子的僵尸。索隆和弗兰奇吓了一跳，原来乌索普他们说的那个比巨人族还大的怪物就是这个东西啊。这时奥兹也清醒过来，乌索普吓得像个受惊的轻飘虫一样在地上打转，奥兹的大手遮光蔽日的抓了过来，抬起一块巨石。索隆3人立即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，如果奥兹攻击他们，他们就一起反击。结果奥兹直接把巨石放在了自己的头上，变成了一顶海贼帽。哟西，我就这样去做海贼王了。奥兹开开心心的转身离开。索隆3人愣住了，果然和路飞那个白痴一模一样。乌索普一看到这个巨大的魔人就丧了，和这种家伙开战完全没有胜算吧？他摇摇头，跪在地上，算了吧，你们的影子还是别要了吧。索隆气得大骂，你有病吧？山治则说道，影子可以不要，娜美小姐不能不救。可是现在连接城堡的桥都被奥兹砸坏了，这么远的距离跳过去是完全不可能的。绕路的话，不知道又要绕到哪里去了。乌索普更丧了，消极的完全没有斗志，本来就选择了一条近道，结果还是要绕远，绕远又要遇到吓人的僵尸。哎，前方的路还漫长啊！弗兰奇在旁边大喝一声，慌什么？忘了还有本大爷在了吗？3人转头一看，弗兰奇把桥都造好了，而且还有围栏，甚至护栏上的雕花都做得非常精细。3人愣了，一个硬气桥而已，你这个细节做的也太好了吧？弗兰奇不屑地说道，本大爷是那种偷工减料的人吗？4人话不多说，跑过大桥冲进城堡里，一路猛冲来到了佩罗娜的房间。这里到处都是那种白色的幽灵，索隆和山治都见识过他的厉害，心中有点毛毛的。佩罗娜是吃了鬼魂果实的灵体人，可以随意变出幽灵，这些幽灵不仅可以监视，还能让敌人的灵魂空虚，产生消极，失去战斗力。所以不管对方有多强，只要一招就可以士气大减，无法战斗。乌索普等人不约而同的转身逃命，佩罗娜立即指挥幽灵追击上去，4人没跑几步就被幽灵穿透了身体，消极的跪倒在地。佩罗娜摆摆手，身后的僵尸们立即扑了上来。佩罗娜本以为大获全胜，轻松松的回去请功，结果身后传来一声喊叫，惊得佩罗娜停下脚步。乌索普跳起来，用岩浆扑上来的僵尸们全部净化。我绝对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同伴的。佩罗娜再次释放消极幽灵，幽灵正面击中乌索普，乌索普依然稳稳地站在原地。顺境靠索隆，逆境靠路飞，绝境靠乌索普。这句话可不是乱说的。我是乌索普船长。佩罗娜惊了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能抵抗住我的幽灵攻击？乌索普自豪地说道，什么方法也没用，因为我本来就很消极。佩罗娜惊得尖叫出来。
突然心头一紧，一股悲伤之情涌上心头，他用手捂住嘴巴，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。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消极的人？人活着应该积极向前，可是眼前的这个男人。佩洛南站起身，哭着大喊：“加油啊！”将士们跟着摇旗呐喊：“加油，加油，活着！”乌索普气得大骂：“不用你们鼓励我呀！”乌索普回头叫醒了索隆三人，霸气可靠的说道：“你们快走，凭你们的实力对付不了这个人，把他交给我。”索隆三人愣了，相处了300多集了，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家伙这么可靠。索隆三人跳起来直接溜了。在城堡的另一端，一件更紧急的事情正在进行，那就是娜美和阿萨姆的婚礼。此时，阿萨姆的咸猪手已经攀上了娜美的香肩，眼看就要亲上了。山治带队正以最快的速度飞奔而来，